怎样才能使抽挡技术在双打中发挥出最大威力？双打配合中攻防转换是否有规律可循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您好，您好，怎么称呼？闵超，闵超，对，好。你好，王小户，王小户，好，那就叫你老王了吧？老王。对，你们平常比较喜欢打双打是吧？对，我呢是以单打出名的，双打会一点，所以希望能够用仅有的一些双打知识，能够对你们有点帮助吧。上来，准备好。对。好，稍微停一下哈。我刚看了一下活动啊，就是说你们俩是很清醒，对，知道谁比较好，谁比较弱，或者谁哪一项比较强。像刚才我就觉得你们是比较有意识的，就是说他后场比较强的话，所以有机会他就尽量往前走，让你在后面，是这样才能够充分的把两个人最好打出来，所以这个是好的。然后两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的不足，就是后场的连续性，啊，这个欠缺一点。啊，一拍两拍，如果一直在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我只要差不多有1个半来回，那个球就没有了，啊，就变成要开始被动了。因为双打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，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攻跟守，然后呢，抽挡就是里面的一些技术，封网，还有一个就是发接发。双打的发接发是很重要的，你发球处理得好，你可能开局就可以保持一个主动控制局面。啊，你如果发得不好，心里也很紧张，生怕现在就感觉这个发球这个进攻力度不大，就是因为你发得不好，你发的质量好的话，他的球可能会往上走了，就算不走，如果平走的话，就开始有优势。还有一个就讲到抽挡了，抽挡我觉得你都还不是特别明显，就他应该在抽挡方面有这个力，但是呢，不是那种有意识在抽挡，有点被逼，有点被迫的，就比如人家杀了个球，一顶出去了，对，顶出去球是可以有这个力，但是球呢？属于就是比较被动，让人家再打再顶，回去质量不高，哎，就顶到最后顶不动了就输了。对，抽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换过程，你可能是从被动抽得好，慢慢就抽成一个主动了。好，停一下哈，手上还可以，出来的球比较有球速，站的姿势啊，尽量不要这样站啊，稍微平一点。平一点的目的，因为这个抽挡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在里面。这里面你没有什么变化呢，就是说好像脚底下有个被粘住一样的，站太死啊，就站在那个地方，也不管你那个球是好还是坏，这个就错误了。抽挡的变化在于什么？就是说，当我抽得好的时候，我都要往前走。你看刚才其实他就有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你当你不好，他就开始上来了。对，上来就这个我的目的就是这个嘛。对。所以这个呢，其实站位方面，一个要灵活一点，不要太死这一个，还有一个不要太过的前后站，啊，稍微平一点，就这样才比较容易启动。你这样站的话，可能就只能单纯一种方式，那平的话，它的方式就比较多，前后左右都可以。所以就站位方面，手上的运用手还可以说得过去。对，这发力方面，尤其这个地方发力很好，正手到这个地方就有点大了，其实是一样的，握拍放松一点，它就有了，放松一点，收回来，这个就是你的力了嘛。这个力应该是够了，不需要接这个，好像打来不及的，所以这个要注意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其实最重要就是在于这个意识，你要判断这个球我一抽得好的话，我就要上去了。根据不同的球要调整自己的位置。不抽吧，小伙子。你看这个球，我就抓到他的机会了。我看到我的球往下了，我就上去，因为他这个球只能往上走了。对吧？这个就是一个意识问题。对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对，我看到应该有个好机会了。哎，还在这儿等，是，那就是把机会送给别人。好的，动作小一点啊，不要太大。哎，对，大了一点啊。慢了，太大了。这个你看这个球，如果我要打完的话，我拍子还在这儿。哎，对，拍子放在这儿。哎，对。来，我来。
不会了。没事儿，这主要就准备快一点。我就说打完球的准备要快一点，他就来得及了。哎，对了，很好，对你不要送出去，送出去没有用的，点他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对啊，很好啊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感觉好多了，因为这动作一小了以后又舒服。对对对对，而且好像用了那么大的力。对对，用那么大的力，又慢，球又慢，动作还得回来。是，其实这个马上。所以这个有点收获是吧？对，谢谢谢谢。刚才讲的还有要注意要讲什么呢？发接发是吧？对，你们先发两个我看一下好吧？啊，这个球发的还可以，再短一点啊就很好。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就发球的要求是这样啊，就是反正能够过了网往下走，这就是好球了。啊，你如果过了网往上插，过了网能够平一点还可以过得去。那发球还要注意落点，这个点，啊这些点，跟这些点。那都要会发。那你现在发的这个点呢，从质量来说不是很明显的高，但是你这样的球很容易接。你不相信我来准备一下呢？啊，所以这样人家比较容易接，你看没有？因为你的球呢正好很顺，一个就是时间，发球落点的变化，这个要注意一点。来，你来发两个，太高，慢一点，不要太急，先把动作先做好了。太高了哈，还是高。首先你要有信心，这第一个，你不能怕，越怕它就越发不好。是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呢多注意点，先把东西先固定好，啊，比如说你喜欢这样，那你就这样。你现在就比较苍茫，拿了球就这样，你自己不知道错跟对在哪儿。你先把它固定起来，你比如说这样的，对吧？你就以这种方式来做，你容易调整。高的话我可以压一点，或者低的话再高一点，啊，所以这个先稳一点，拿好勾挺，啊，这样。对不对？你就拿起来，轻轻点它一下，再来试试看看，就轻，因为这种球够了，放松，还是有点高，慢点，再慢点，再慢点，哎，对，好的，这个就是力量再小一点，碰它一下，哎，碰它一下啊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再来，还是不行，还有点高，就是你不是高，你现在这个里面力量收发不自如。你好像就只会这样，我说再近一点，你还是这样；我说再近一点，你还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力量我就说放松了，这个放松，就是轻的这样，就点大家。我情愿我就说你试试看，不过网是什么样球，或者短球是什么样的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还有再轻一点，点它一下，哎，可以，这个力量应该可以的，还很好，再轻，你发个短的给我看看，对。再发个短的给我看，对，就这种力量，再来个短的给我看。我说我要点短的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很好了，后面两个其实虽然没过网内，你就想发个短一点的，啊，可以。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调整，比如说我说现在发个短的哈，你一直发的短的，比如说离线一点，其实你往前站半步就到了。我发球习惯前场发的很少，有时候不是那个角就是那个，因为你前场发的不好。对，但是前场是很重要的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发前场才有机会，你发得好，你的机会是别人起高，所以这个不能丢掉，因为要不然你这样从一开始发球的话，如果我跟你打久的话，我可能稍微站后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前面没用嘛。对。我这样，我发俩平的，发俩高的，您看。行，好，你再发，我来接。啊，这个就危险了，这个太平了一点了，除非我很不注意的时候，而且这个平的尽量往这边一点。你看你发到我这儿来了。对，您正手啊。对，那你可以发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来考验我一下。太平。啊，这个就不好了，看到没有？发近了。一个就是它肯定不到位。所以你自己要分析一下，平的话还是少做，除非我在这种情况下，
我就发一点平的对，效果比较好一点。对，像刚才在这个地方，这边再试试看，看有没有效果来。啊，这种效果会好一点，但是因为是我有准备了，可能就是这种偷还有点效果。对，我在这个地方偷就比较难一点，你看没有？对，很顺手，对吧？所以还要分析一下。还有一点，赵老师，就是说发完这个高球以后和发平球以后，我这位置应该怎么站呢？好，这里面就很有些变化哈。用常理来说，发了高球应该是两个人分开，就那个人上一步，那个人就往那边，你往这边就行了。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俩在发球，他在后面，对吧？那我这个球我是准备，我一发我就到这边了啊，他就到那边了，他就管那边了。还有比方说我们两个人配合，整个这个战术怎么打是有没有一个围绕一个什么核心啊？还是围绕谁了？这个就问的比较好，有可能是从防守开始。那防守的变化在于怎么变化？比如说杀你的时候没关系，你可以正常去做啊，抽也好，敲也好。那你想转变的时候，可以通过挡网。你一挡了这个球你就上去，当然这个挡网要求高一点。就比如说我挡那么高，你要上不是被人家打了？你只要看这球挡的质量一好，马上就上。当然挡的不好，别动它了，再重新开始嘛。一好一上去，哎，对方他不敢再往前了，他就起来了。哎，你只要看你的同伴一上，你不要看那个球怎么先退回来，不要等球的，是很自然的。他一上你就一退，好了，就形成一个前后了。对方一起来，这个全部是你的。那你还可以通过就是抽，比如抽到那边，人家压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往前压一点，压了以后能够继续压就压，不压挡一个往前，很自然就形成了。刚才您讲一个两个人双打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去分配球，这个分配球的人是不是就是一定是前场那个人在分配的？那不是这样，你也可以创造的。你比较喜欢攻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的，比如说别人杀你了，你可以挡一个这个，挡个直线呢比较难，因为你要上了，啊，你可以挡一个对角嘛，比如说对方也前后站，前面也有个封网的，稍微挡得远一点，啊，挡到那边一点，那你看到这样的球，你就往上一上了，你也可以创造的。那打到他也可以这样创造。你们接我的球，然后看能不能，比如说演变成一个前后站位，啊，第一个球先挑起来哈。好的，哎，很好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了。上来，好的，啊，这个有一点这样了，原则上应该是他上，因为这个球呢他挡了直线了，不是完全一定就是说你挡的接他上，这样你们就很吃亏了。要明确什么球该上，什么球不该上，对，好的，准备好，对，好的，很好，好，这个就成功了。行，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转换过程，多做，你能够做得很熟悉，你经常就可以从防守当中转成一进攻了。当前后站的时候，后面的人千万不要起高球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起高球起高一点，给你同伴多一点时间，退回去就行了。对，好不好？对。行，好，来，好。